老婆在海龟同学的接风宴上喝多了，当着200多个共同好友发了条朋友圈。还是单身轻松，明天就去离婚。艾特顾晨臭。若宁，许学长海归创业，你又是广告公司女总监，你们俩才叫势均力敌。一个事业有成，一个见多识广，总比守着一家渔区店强吧？行了，若宁已经结婚了，别拿这种事开玩笑。结了婚也可以重新选择。若宁，这条还是删了吧，免得顾先生误会。误会什么？他除了守着鱼塘钓鱼，什么时候真正关心过我？若宁说的对，这才是我们认识的林大总监。顾晨舟赞了你的朋友圈，收到一条新的评论：明早9点，别迟到。他答应了，他吓唬谁呢？你已被移出顾家家属群。杜总，今晚降温，鱼都压在底下，千家半克，鱼口会稳一点。还得是你，我折腾半天，猪票跟喝多了一样。弟妹，很快就不是了。顾晨舟，你什么意思？我喝多了，就是开个玩笑。你马上把评论删掉，再把我加回家属群。照片是大家一起拍的，我和许博阳什么都没有。真准备离？不是今晚才准备的。那你为什么一直没说？我说过，他说我小心眼。顾晨舟，你把电话接了。夫妻过日子，总得把话说清楚。会说清楚。什么时候？明早9点。提干。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有心思钓鱼？不然呢？现在开车去接他，再替他向200多人解释，他只是喝多了。下周城湾项目的户外宣传，还让若宁的清河传媒继续做吗？以后按正常流程评，不再看你的面子。不用。结婚5年，林若宁只来过这里7次，她从没问过爷爷留下的竹竿，也没问过为什么那些她预约几个月都见不到的老板会每周来这里陪我钓鱼。3月16日，他和许博远吃饭到深夜11点。4月9日，2个人看了午夜场电影。5月27日，又住进了同一家酒店。每一次，他都说只是普通同学，每一次我都选择相信他。顾晨舟，你把手机关了是什么意思？你已经签字了。顾晨舟，这份协议你到底准备多久了？3个月。还没有签字。顾晨舟，你昨晚说3个月，到底是什么意思？字面意思。所以3个月前你就已经想跟我离婚了。我只是提前做好了准备。你每天跟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背地里却准备好了离婚协议。那你和许博远吃饭、看电影、一起出差的时候，不也觉得什么都没发生吗？朋友圈我已经删了，昨晚的事我们能不能坐下来慢慢说？9点，登记中心。你还真要去？是你说今天离婚。我喝多了。酒是你喝的，朋友圈也是你发的。顾晨舟。增氧机开了1夜，水面正常，没有鱼浮头。顾晨舟，你在书房对不对？开门，我们把话说清楚。那条朋友圈我已经删了，我承认我说话难听，可你也没必要拿离婚协议吓我。你什么时候准备的？晨舟，若宁昨晚真的喝多了，5年夫妻没必要因为一条朋友圈闹到离婚。她嘴硬，你又不是第一天知道，你至少听她解释一次。顾先生你好，我是许博远。昨晚人多，大家都在起哄，照片和朋友圈只是一个误会。我和若宁只是普通同学，怕你多想，所以专门解释一下。你去哪儿了？店里。我一睁眼你就不见了，朋友圈我已经删了，你把评论也删掉，再把我加回家属群。9点，登记中心。顾晨舟，我都说了，那是酒后玩笑。我没有开玩笑。就因为一条朋友圈，你要把5年的婚姻全否定掉？不是因为一条朋友圈。那是因为什么？3月16日的晚饭，4月9日的午夜电影，还有5月27日的外地酒店。我跟你解释过，那些都是正常来往。我也相信过。那你现在是什么意思？昨晚以前我愿意继续信，昨晚以后不想了。照片是大家一起拍的，许博远的手搭过来，我喝多了根本没注意。你有没有注意已经不重要了。怎么会不重要？我们先见面谈，你回来或者我去店里找你。8点42分，你还有18分钟。我不会去登记中心。那是你的选择。你一定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朋友圈是你发的，时间也是你定的。我说了我喝多了。
你发朋友圈的时候没有觉得离婚是大事，现在我答应了，你反而觉得是我把事情闹大。茶几上的协议看清楚，房子和车归你，存款平分。我们没有孩子，手续不会太复杂。我没说我要房子和车。那你想要什么？9点见。你别挂。9点整，9点10分，他没出现。9点20，手机没有消息。我已经给过他一次机会了。顾晨舟，我知道你在里面。陈舟，先把门开了。若宁一晚上没睡，早上又跑去找你，你就算生气，也该让他进去把话说完。我9点没去，是因为我根本没想离，我怕去了以后你真让我签字。所以你带姚倩过来。他只是陪我。若宁现在脑子都是乱的，我不跟着，谁知道你们两个又会吵成什么样？你先别说，我不说，他就让你站在外面。顾晨川，你差不多就行了。若宁是做错了，可他也解释了，你拿一份早就准备好的协议出来，本来就够吓人的，现在还把人关在门外，你想让他怎么样？这是你的意思？我只想跟你谈。那就一个人来。我现在已经来了。可你不是一个人。他不放心我。你33岁，朋友圈是你发的，婚也是你结的，话总得你自己说。你别说了，我是在帮你。我知道，可这是我们2个人的事。下午3点，你自己来。不能现在谈吗？上午有客人。什么客人比你老婆还重要？陈舟在里面。韩老，您来了。上回那根竹竿，你不是说今天能取？修好了，护线漆重新上过，正好去后面试试。这位是？我是他妻子。哦，若宁吧？听陈舟提过。什么？这本地休闲文旅协会的老会长韩世昌，去年清河传媒递了3次邀请都没请到的大人物，现在竟提着一根旧鱼竿站在顾晨舟店里，熟络的像常客。先去看看竿，别一会儿又下雨。行。下午3点。你一定要这么说话吗？是你一直不肯一个人来。这个韩老是不是你去年一直想请的那位？这竿真让你修活了，陈舟，还是你有办法。看着手机里截下的他昨晚的评论，明早9点，别迟到。直到现在，我才真正明白，顾晨舟没有拿离婚吓我。下午3点，林若楠没来，等到3点半，我把离婚协议收进抽屉。4点不到，许博远来了。顾先生，我是许博远，昨天给你发过消息。坐。这地方挺有意思，前面卖东西，后面还能钓鱼。若宁以前没跟我说过，他没来过几次。顾先生，我今天来主要还是想替若宁解释一下。他自己怎么不来？他状态不好，昨晚回去以后一直没休息好，今天上午又被你关在门外，他心里挺难受的。所以你来替他谈离婚？不是谈离婚，我是想把误会说开。那条朋友圈是他喝多了以后随手发的，照片也是大家一起拍的，当时人多，站得近了一点，很正常。你跟他什么关系？普通同学替人家的妻子来找她丈夫谈家事。我只是看他太难受，大家认识这么多年，帮个忙而已。帮忙？这是你发的？是。你怕什么？既然只是普通同学，为什么一大早专门给我发消息解释？顾先生，你可能想多了，我只是怕你误会若宁。那我再问清楚一点，3月16号你们在南江路用餐，晚上10点57分离开。4月9号你们一同观看午夜场次影片，散场后你送他返回住处。5月27号你们前往临时参加活动，入住同一家酒店。普通同学之间会有吗？你私下打探我们的行踪？不用，这个城市没多大，认识若宁的人不少，碰见1次是巧，碰见3、4次就有人会问我。既然你都知道，为什么以前不说？我说过，他说你只是同学，那不就行了？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信任。这句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挺有意思。顾先生，我今天是带着好意来的。若宁是个很要强的人，她工作忙，压力也大，有时候说话不好听，不代表她心里真那么想。男人应当多包容一些。你们结婚5年，没不必要为几句争执的话语走到离婚这一步。这些话是他托你来转达的？不是。那你管的是不是太多了？我只是觉得可惜。若宁各方面都很优秀，工作能力强，见识也多。她这几年一直在往前走，
顾先生，你呢？我怎么了？你每天守着一家渔具店，带客人钓钓鱼，这种生活当然也没什么不好。可夫妻两个人差得越来越远，迟早会出问题。若宁为什么会发那条朋友圈？你有没有想过？也许他是真的累了。说完了吗？我是在跟你讲道理。我听见了，你的意思是，他嫌我没出息。你回来以后，正好让他看见了另一种生活，所以他喝多了，当众说要离婚。这事儿不怪他，还得怪我开渔具店。我没这么说。差不多。不过你有句话说对了，我们之间的问题不是昨晚才有的。所以你真的打算离？若宁知道吗？协议已经给他了。他怎么说？你这么关心，我只是怕他受打击。他要是真难受，应该自己来，不是让闺蜜来，也不是让你来。顾先生，你这样是不是有点太冷了？若宁嫁给你5年，就算没有功劳，也有感情。你一份协议就想把事情解决，离婚不用摆酒，双方同意，签字就行。你一个开渔具店的，真以为离了若宁还能找到比他更好的？陈州，上次那支竿给我弄好了没有？这不是徐总吗？赵总，真巧，没想到能在这里碰到您。是挺巧。赵总，上个月你们公司是不是给我递过一份文旅项目方案？我本来还想找时间约您，那份方案只是初稿，后面我们又补了不少内容，要不改天我去您公司详细给您汇报一下。不用了，你们那份方案我们已经否定了。为什么？数据不对，你写的客流量是照着3年前的公开报告抄的，项目预算也压得太低，真按你那个数字做，开工1半就得停。还有你说的海外团队，我们查了一下，实际就3个人。赵总，这里面可能有误会。没有误会，项目不行就是不行，跟谁认识都没用。我的杆呢？导环换了，手把节也重新加固过。还是你这里靠谱。你早就认识赵总？很奇怪。我在这钓了4年鱼，你不知道？许先生还有事吗？今天先这样，顾先生，希望你别后悔。慢走。这人来干什么？替别人谈家事，跟若宁有关。那小子不像什么老实人，项目方案做的花里胡哨，仔细一看全是空的。他说他在国外做过很多大项目，我让人查了，根本没钱。生意上的事，你按正常规矩办，也别因为若宁他自己没本事，怪你有什么用？后天有雨，水位会涨，想钓的话，下周再来。5点10分，林若还没来，还发微信来问问我许博远是不是来找我了。是。你跟他说什么了？该说的都说了。你别为难他。周末过去3天，林若像毒气住在姚倩家。以前吵架不出3天，我就会买她爱吃的东西去接人，认个错就翻篇。但这次我连一句什么时候回都没问。顾先生，我是深海置业杜总的助理小李。下半年的户外广告，杜总问还按原来跟青魔续约吗？以后这种事不用问我，按你们自己的要求重新评，方案好就留，不行就换，别再看我的面子。那清河传媒这边就不按原定续约了？我没让你们换掉清河，我只是以后不替他们说话而已。顾总，年底活动宣传马上要定合作公司了，青一传媒原本一直排在第1位，现在是不是还要找酒？方案行就留，不行就换，别再问我。这一通，他们连林若海的名字都没提，但3家公司的意思其实都一样。过去清河传媒能稳定拿到这些项目，是因为我说过一句话：我太太在清河做事还算认真，你们可以试试。就是这么一句，没有强迫，也没有交换条件。可来白鹿湾钓鱼的人大多愿意给我这个面子。林若宁刚升项目主管那年，山海事业主动联系青谷。第2年，临水街改造项目也找了过去。后来是办公楼招商、酒店年会、建材展，最开始的门很多都是我替他推开的。至于进去以后能不能站住，那是他自己的本事，我从没把这些拿出来说过。他也从来没问过，那些平时连预约都难的客户，为什么会主动把电话打到他手里？我以前只听若宁说顾晨川开了家小店，今天才知道店后还连着这么大一片鱼塘。今天上午山海置业通知清河重新评审，临水街改公开比高，城南办公楼要求重新核算报价，3件事撞在一天。我把若宁叫进办公室后了解情况后，只能亲自来找顾晨川一趟。郑总，坐。顾老板，我也不绕圈子。山海置业重新评审，临水街改公开比稿，城南办公楼报价被打回，3个项目一起出问题。我想问你到底说了什么？我让他们以后别看我的面子，就这一句。可你这句话一收回来，3个项目全动了。那说明他们以前确实看了我的面子。顾老板，夫妻吵架归吵架，生意是生意，
这关系到清河几十个人。我知道，知道你还……我没让任何人换掉清河，也没让他们故意卡你们。那结果不是一样吗？不一样，方案好，谁也换不掉；方案不行，总不能让我一直替清河撑着。顾晨舟没让终止合作，只是收回了清河以前享有的宽限和照顾。以前清河的方案哪怕有点问题，客户愿意多给一次机会，报价高了可以再谈，交稿晚了可以宽一天，第一版不满意还能再改。我做了这么多年生意，也听得懂这句话。你和若宁真要离？协议给他了。行，当我没问。我今天找他谈话，没撤他的职，项目也是重新评。他要是能做好，项目还是他的；做不好，我也不能因为他是你太太就一直让公司替他扛。不用因为我照顾他，也别因为我为难他。你们夫妻俩闹成这样，最难做人的倒成了我。若宁一直以为客户找他是因为方案好，他有能力，他能做上总监，能力当然有。可要是没你前面帮着递那几张名片，他也没那么顺。你这些年倒是真能忍，一句话都没说。他也没问过。我没动。3个项目一起重新评，你还说没动？山海之夜原本谈好续约，临水街走到最后一步，现在全推倒重来，你敢说跟你没关系？以前是我介绍的，现在我不介绍了。有区别吗？你一句不再推荐，他们当然重新考虑。所以呢？你的意思是要我继续跟他们说，你是我太太，让他们这么照顾清河？我不是要你，那你现在找我干什么？我就是想知道你是不是故意的，故意看我没了你，还能不能保住项目？林若宁，我没让人换掉清河，也没让人卡你，方案能留下，谁也拿不走。要是留不下呢？那就说明以前给你的方便太多了。所以在你眼里，我这些年都是靠你。你现在是不是觉得特别痛快？以前我说你守着鱼鱼店没上进心，现在你把项目收回，就等着看我出丑。你先把方案做好。我要真想看你丢工作，只需要说一句，这3个项目一个都不会留下。但我没说，我给你留的是正常的公平竞争，能不能拿下来，看你自己。你就是想证明，没了你我什么都不是。不是我想证明，是你以前一直说这些项目都是靠自己拿下来的。顾晨朝，你是不是非要把若宁逼到什么都没有才满意？来了，门都进了，还站那儿干什么？这个也能修？里面的齿轮卡了。我以前一直以为这种东西坏了就直接换新的，没想到你每天还要一点点拆开。问题不大，换了浪费。你以前我讲过这些吗？讲过。刚结婚那年，你说听不懂，让我别讲了。我想起来了，那是他提鱼干鱼鲜，我总觉得没意思，听不了2句就会低头回工作消息。坐吧，店里没咖啡。我不是来喝咖啡的，我今天不是来跟你吵的。那天的朋友圈是我不对，我不该说那种话，也不该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艾你。许博航拍照的时候把手搭过来，我没有躲，这也是我的问题。你以前问过我，我还觉得你想得多，但我跟他真的没有别的事。吃饭是因为他刚回国，想了解国内的广告市场。看电影那次，原本还有别的同学临时没来，去外地也是公司的活动，订单、房间记录、聊天内容我都可以给你看。你还是没明白。那你到底在意什么？我在意的不是你们有没有走到最后一步，是你明知道他对你有意思，还一直给他机会。我当时只是觉得没什么，吃顿饭没什么，看场电影没什么，出趟差也没什么，每一件事单独拎出来都能找到合理的解释。可把这些事凑在一起呢？你不止一次问过我，我一直都只说对方只是普通同学。那你有没有想过，我每次问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我以前真的没想那么多，我确实觉得不管怎么吵，他最后都会来接我。还有公司的事，
我不是为了这个才来，至少不全是。山海之业那边已经有2家公司在抢了，临水街的比稿时间也很紧，郑总让我月底前把3个方案全部重做。我不是让你替我拿项目，我只是想问，能不能跟杜总他们说一句，之前是我们2个人闹矛盾，项目还是按原来的流程走。你在门外站了2分钟，进来以后说了不到10分钟，前面那些话是不是都在给后面这句破路？不是，我来之前就想跟你道歉，项目是顺便说的。可你最着急的还是项目，我们的事还没说清楚，你先想着怎么把客户留下。因为2件事赶到一起了。不是赶到一起，是项目出问题以后你才肯自己来。我前几天不来是因为我没想好怎么说，你是不是觉得我离了你连项目都保不住？我没这么说。可你就是这个意思。我什么意思不重要，项目能不能留下，得看你们的方案。可这些客户以前明明都很稳定。为什么稳定？因为合作久了。还有呢？因为我们方案做得不错，不是吗？这不是我刚进青怡第2年当项目专员时用的旧名片吗？还一直放在他车里的。你刚升项目主管那年，山海之业为什么会主动联系你？他们看过清河的案例，这是郑文跟我说的。杜明山来钓鱼的时候，说公司要找一家广告公司，我把名片给了他。所以山海之业最开始找清河，是因为你。是。临水街呢？也是。城南办公楼还有多少？你有能力，这一点我从来没否认。可你也不能把别人帮过你的事，当成全是自己应得的。所以你现在把这些都收回去了？以前我愿意帮，现在不愿意了，就这么简单。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可笑？没有。可我以前天天在你面前说我有多忙，说你没上进心，说你一天到晚只知道鱼竿和鱼塘，结果我的项目还是你帮着介绍的。我没觉得你可笑，你做项目的时候确实很拼，但你忘了别人帮过你，也忘了回头看看身边的人。我不知道，这些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我早点知道，如果我早点知道他认识这么多人，早点知道他能帮自己拿项目，是不是就不会嫌弃他？不是，我不是说知道这些以后就不会。你不用解释，这就是问题。你到现在最先想到的还是我认识谁，能做什么，不是因为钱。我说的是，你以前从来没想过了解我。离婚协议还在家里，房子、车子里面都写得很清楚。项目的事，我不会为难你，但也不会再帮你。你们公司能不能把项目留下，看你们自己。你还是想今天先回去吧，店要关门了。我不想回姚倩那里，她今天出差，我也不想住酒店。那你想去哪儿？我不知道，是不是挺可笑的？我以前一吵架总觉得有地方去，现在真到这个时候，反而不知道该去哪儿。家里你随时可以回回，协议没签之前，那也是你家。你呢？我住书房。我不是问睡哪儿，我是问你还愿不愿意回去。先回去吧。顾晨舟，我以前是不是说过很多很难听的话？你真想听？的确说过。对不起。先把你自己的事处理好。顾哥，西边那台增氧机声音不对，先断电，可能进水了。
今晚换备用的。鱼不会有事儿吧？水温还行，先把南边2台开大，再测一次氧。这里没有人给他递文件，也没有人叫他顾总，只有水声、机器声和泥巴。我以前问他每天守这个破鱼塘能有多累，他什么都没说。我到现在才知道，我连这鱼塘几点开增氧机都没问过。把仓库里的备用机抬出来，今晚得守一夜。林若宁一整夜没回家，我在鱼塘守到凌晨2点，换好备用增氧机，确认水面没有浮鱼，才回书房躺了几个小时。正常处理，我没有让谁帮忙，也没有让谁为难许博远，可结果还是一样，3份方案，3家全退。这根本不是我的问题，3份方案全被退回来，绝对是顾晨昭在背后说了什么。若宁，3家公司全拒了，理由呢？全是套话，预算不清楚，数据不够，团队不合适。你不觉得太巧了吗？我去过顾晨川的店，第2天3家公司一起退我，这几个人又都认识他。若宁，你还看不出来吗？我忽然想起顾晨舟昨晚站在泥水里清过滤网的样子，也想起他说过，项目好不好让他们自己看。他不是想离婚，他是在逼你低头。先把你的项目抽走，再把我这边的路堵死，等你什么都没了，自然只能回去求他。你别把事情说成这样。我说错了吗？他明明认识那么多老板，却瞒了你这么多年，现在又拿这些关系压你。若宁，这种人心思太深。把方案发我一份。你要方案干什么？我找人看看。这是投资项目，里面有不少资料，所以不能给我。不是不能，是你不懂这一块，你看了也看不出什么。我做了10年项目，预算有没有问题，数据真不真实，我还是能看出来的。行，我晚上还要再改改，等改完了发你。这还是第一次，许博远说顾晨超有问题，我没有马上信。许博远联系了3家公司，全被拒了。所以呢？他说是因为去过你的店，那3家公司又都认识你，我总不能都当成巧合。所以你打过来是想问是不是我干的？我只是想把事情弄清楚。你看过他的方案吗？没有。没看过方案就先来问我呢？我不是来核查你，可3家公司一起拒绝，总得有原因吧？有。什么原因？项目不行。你连方案都没看过？那就去看，问预算，问数据，再问问他所谓的海外团队到底有几个人。问清楚以后，你还觉得是我做的，再来找我。还有事吗？你为什么不能直接跟我说清楚？我已经说了。可你每次都只说一半，你明明知道他的项目有问题，也明明知道那些人为什么……我知道跟你现在知道的一样多。人家说方案不行，我信。他一句是我做的，你也信。我没有全信他。是吗？他一说是我做的，你就来问我。我说不是，你还得让我证明。我不是不信你，可我得把事情弄清楚。那就去弄清楚，别拿着他的猜测来问我。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特别蠢？我没这么说。可你每次都是这个语气，就像我什么都不对。林若宁，他一句话你就觉得我在害他？我说不是，你还是要先怀疑我。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的话比我的话管用了？我会去查，如果不是你，我会跟你道歉。先查清楚再说。我没有生气，只是觉得很累。一个结婚5年的妻子，一个刚回国的同学，他真正先相信的人，从来不是我。有水吗？上次我在你门口说那些话挺难听的。今天不是来替若宁道歉的。不是，他要道歉，让他自己来。我今天来是承认我也看走眼了。我查了许博远的底细，他根本不是什么投资负责人，只是个普通分析员。公司也只有4个人在上班，所谓的成功项目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你不意外？有一点，那天见过他以后，就觉得话说得太满。真有本事的人，不会一直把国外挂在嘴上。我以前还真觉得他不错，履历漂亮，说话也像那么回事。若宁说他是大学时最厉害的那个学长，我也就跟着信了。
现在回头一看，他一直在借若宁往本地圈子里钻。那些所谓帮若宁找项目，说不定也是帮他自己。这些你跟他说了吗？说了，这次没跟我吵。他找许博远要方案，许博远没给。后来他自己问了那3家公司，人家说得很清楚，预算乱，数据对不上，团队也不行。他现在知道不是你做的了。就一个不然呢？这件事查清楚就行。陈舟，你是不是已经一点都不在乎他怎么想了？在乎。那你为什么这么冷淡？因为不是第一次了。以前他说许博远只是同学，我信。后来他说吃饭是工作，看电影是巧合，出差也是公司安排，我还是信他。现在许博远说一句是我在背后他第一反应却还是来问我，这换做谁都会累。他这几天其实变了不少，他没再去求那些客户，公司那3个方案他自己熬了2个通宵重做，也没再跟我说你是在报复他。我不是替他求你，我就是想说，他这次可能真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看清许博远是一回事，我们俩的事是另一回事。对了，清河那栋办公楼下下个月出租，若宁今天去物业问手续了。顾总，清河传媒的林总监今天来查速租手续，按正常流程办。流程没问题，就是他问了产权方信息，我按规定把系统资料调给他看了，他看见产权人是您以后，在大厅坐了半个多小时。他还问别的吗？没有，后来人就走了。知道了，清河传媒就在17层，他每天从那里进出，可他从来不知道自己脚下这栋楼产权人的名字是顾晨舟。清河那栋楼也是你的？进来再说。我问你，那栋楼是不是你的？是。清河传媒租的17层也是你的？是。楼下那排商铺呢？也是。他到底有没有开玩笑？外面热，进来。产权人一栏写得很清楚，临湾生态文旅有限公司，负责人顾晨舟。物业说这家公司名下不止1栋楼，还有白鹿湾鱼塘，还有这间鱼区店外面的整条临水街。对，所以我每天上班的地方是你的。准确的说是公司的。公司不还是你的？这些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鱼竿饵料，还有后门外的鱼塘，你到底还有多少事瞒着我？我没瞒你。这还不叫瞒？结婚5年，我连自己上班的楼是谁的都不知道，每个月公司交的租金最后进的是你的账户。你天天听我说项目难做，听我说老板难伺候，你是不是觉得特别好笑？没有。你肯定觉得我像个傻子。林若宁，我没这么想过。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问过吗？第一次见面，你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开渔具店，管一片鱼塘，你说挺清闲。后来呢？你问过这家店是谁的吗？问过鱼塘怎么来的吗？我以为问过我每天除了卖鱼竿还在忙什么吗？你以为我就是混日子，早上开门晚上关门，中间陪人钓钓鱼赚点小钱，够吃够喝。公司的年报每年都会寄到家里，书房桌上放过不止1次。物业送来的合同也都是我在加钱，你看见过，但你从来没问那是什么。我想起来了，书房桌上确实经常有厚文件，我曾看到过海燕改造、租赁合同，有一次拿起来看过，然后就随手放下了。我以为那是他帮别人保管的。在我心里，一个开渔具店的人，不可能跟办公楼和整条街有什么关系。这家公司是谁留给你的？我爷爷。你爷爷不是养鱼的吗？最早是。他年轻的时候承包鱼塘，后来做鱼苗，开养殖场。90年代这边还是一片荒地，他把几个废塘一起租下来，慢慢整修。再后来路通了，人多了，才有了这条街。所以这些全是你爷爷留下来的？一部分，剩下的是后来慢慢做起来的。谁做的？我。白鹿湾以前水质不好，一到夏天就翻塘。我接手以后花了3年重新挖底换水道，旁边的商铺也是那时候翻新的。办公楼原来只有6层，后面加建重新做消防，才有现在这个样子。这些都是你管的？不然谁管？可你每天都在店里。店就在这里，物业有经理，账上有财务，工程有专人盯，我不用每天坐办公室。他说的每一句都很简单，可每一句都在推翻我过去5年的想法。我一直觉得他没本事，没上进心，没见过大场面，每天只知道鱼竿和鱼塘。结果我拼命想挤去的那些地方，他早就在里面了。那你为什么开这种车？能开就行。为什么不穿名牌？衣服不破就行。为什么不跟我说你认识杜总他们？你没问。又是这3个字。顾晨川，你是不是故意的？故意什么？故意看着我嫌你，看着我在你面前说那些话，就等着有一天把这些全摆出来，让我知道自己多可惜。我要是想看你笑话，结婚第1天就可以把产证拍你面前。我不说是因为我觉得过日子不是天天报家底，你喜欢你的工作，我做我的事，谁也不用压谁一头。可你后来越来越在意这些，
谁老公开好车，谁住大房子，谁一年赚多少，我说什么你都觉得没用。那你就不能提醒我吗？提醒过，前年我让你陪我去看鱼苗，你说一股腥味；去年海岸街重新开业，我让你一起去，你说都是些卖吃的卖东西的，没意思。韩老那次来家里吃饭，我让你早点回来，你说一个钓鱼的老人有什么好陪的？这些话我都说过，而且说得很随意，说完就忘了，他却一件件全记得。还有这根杆，我修了半年，你问我一根破竹子有什么好折腾的？那是我爷爷最后一根手工杆。杆身上确实有一小块补过的异色，我以前每次进店都觉得这里乱，是些我不感兴趣的鱼线浮漂，从没想过墙上挂的可能是他最舍不得的东西。你为什么还愿意帮我介绍客户？因为你是我妻子。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那我这几年说你没用的时候，你怎么不骂我？骂了有用吗？你那时候听不进去，而且我一直觉得你只是工作累，等过一阵就好了，结果越等越不像样。你是不是很讨厌我？不讨厌。那你还要离婚？离婚不一定是因为讨厌，有时候就是累了。陈州，城湾生态修复那个材料，若宁也在。杜总，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没事，什么材料？下个月公共水域放流的方案，专家那边改过一版，鱼种和数量都按你说的调了。还有南岸那片浅滩，他们想让你再过去看一遍，怕放下去以后活不了。周3吧，我上午有空。行，那我不打扰你们。对了，协会那边说这次活动想让你上台讲几句，不去。我就知道，那我让他们别做梦了。你还管公共水域放鱼？帮忙看一眼。为什么从来没听你说过？你以前不爱听。离婚协议能不能先别签？我不是因为今天知道这些，我现在脑子很乱，我想把这些事儿都想明白。但你想清楚一件事，别因为这条街，也别因为这栋楼，你要想的是，我们以前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知道，我今晚回家。我有些话想跟你说。看完了？看完了。有问题吗？没有。那你想说什么？我今天从物业回来以后，给姚谦打了电话，他骂了我半个多小时。骂你什么？说我蠢。他说他早就觉得你不是普通开店的。去年他来店里找我，正好碰上一个渔具展的老板，人家叫你顾总。他回头问我，我说别人只是客气。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想问你一件事。问。如果那天晚上我没发朋友圈，没有说离婚，也没有跟许博远拍那张照片，你是不是永远都不会告诉我这些？可能不会。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没必要。怎么会没必要？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说？结婚第一天，把公司账本拿出来，把房产证一张张摆好，告诉你鱼塘是我的，楼也是我的，这样你才觉得我值得嫁。我不是这个意思。那是什么意思？林若宁，问题从来不是我有没有告诉你，是你从来没想过问。我问了你就会说吗？会。真的？保险柜密码是结婚纪念日，公司的文件就在书房，物业合同每年都寄到家里。你要是真想知道，5年前就知道了。我一句话都反驳不出来，这些东西确实都在家里出现过，是我没看也没问。我一直觉得这些跟自己没关系，早就把他认定成了一个普通的小店老板。我以前是不是特别瞧不起你？你说实话。是。我有那么明显吗？很明显。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你升总监以后，以前你刚进清河的时候不是这样。那时候下班晚了，你会来店里等我，闻到饵料味儿，还说挺香。有一次下雨，你跟我在鱼塘边坐了2个小时。那时候我们还没结婚，夜里雨点打在水面上，增氧机水花散开。我还傻乎乎地问他，这么黑鱼能看见路吗？他笑了半天。那时候觉得一切都新鲜，可后来我越来越忙，来的次数越来越少，最后连店门都不愿意进了。你还记得我们结婚5年，你来鱼塘几次吗？7次。就7次？第一次是拍婚纱照，第2次是杜总公司聚会，第3次是你手机落在我车上过来拿，剩下几次都是路过。我不知道这么少。因为你没放在心上。你每年春天都去外地看鱼苗，你从来不让我去。我教过你，第1次你说没空，第2年你说鱼苗有什么好看的，第3年我就没再教了。那根竹竿呢？你修了多久？半年。为什么修那么久？竿结裂了，里面发霉，
要一点一点磨掉，再重新补。爷爷以前用过，用了20多年。他最后一次带我钓鱼，用的就是那根。以前在店里看见他拿着那根竹竿，我随口说过一根破竹子扔了算了，他当时没回我，只是收起来。我从没想过那句话会不会伤人。对不起。这句话你今天说过了。不一样。哪里不一样？下午是因为工作，现在不是。我今天在店里知道那些事以后，脑子里第一反应确实是你原来这么有钱。我也觉得自己特别丢人，以前天天拿别人跟你比，结果最可笑的人是我。后来我坐在物业大厅里想了很久，我发现就算那栋楼不是你的，就算鱼塘也是你租的，我以前那些话一样难听。你喜欢修鱼竿，喜欢管鱼塘，靠自己的本事把店开好，这些本来就没什么丢人的。是我一直觉得坐办公室才叫有本事，赚得多，穿得好，说话有人捧才叫混得好。我天天说你没往前走，其实是我根本没看你在走哪条路。许博远的事我也错了，他回来以后总夸我，说我有能力，说我值得更好的，我听着舒服，所以我明知道他对我有意思，还是跟他吃饭，跟他看电影，每次你问我还嫌你烦。你们有没有别的事？没有，我没骗你。外地住酒店那次也是公司安排，房间不在一起，我可以把订单和聊天记录都给你看。不用了。你不信我？不是，有没有别的事？这是其中一部分。你跟他走得太近，本身就已经让我难受了。我知道。陈舟。你还想离吗？我不知道。我不是说因为一句对不起就能当什么都没发生，也不是今天知道你后悔了，我明天就能跟以前一样。我明白。我也不想骗你，我现在看见你会想起那条朋友圈，也会想起你以前说过的那些话，这些不是一晚上能过去的。那我该怎么办？先别问我，你先想清楚。想什么？想你到底还想不想过这个日子？不是因为房子，不是因为鱼塘，也不是因为工作出了问题。我想过。你今天才开始想，时间太短。那你会马上签吗？先不签。真的？先放着，我们也别装得跟没事一样。你睡主卧，我睡书房，吃饭、上班各忙各的，都冷静一阵。好。许博远那边我已经说清楚了。说什么了？以后不再单独见面，工作上的事也不找他。他同意了。他发了很多消息，说你在骗我，还说你是故意藏着这些东西看我出丑。你怎么回的？我没回，后来拉黑了。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做这些都晚了？晚不晚，看以后。很晚了，睡吧。陈舟。还有事？谢谢你没马上签。我好久没做了，可能不太好吃。你不用这样。我不是想讨好你。那为什么突然做饭？因为以前都是你做，我今天才发现，我连你早上几点出门都不知道。有点咸。难喝吗？能吃。那就是难喝，别吃了，我重新做。不用了。我们安静吃完早饭后，便各自去公司和鱼塘。接下来的3天，谁都没再提离婚。我每天按时回家做饭、打扫卫生，他没因此改变什么，还是分房睡，话也不多，但至少不再吵了。陈舟，这是不是冲你来的？白鹿湾私人鱼塘真的是用来钓鱼的吗？有些人表面开渔具店，背后却拿鱼塘当地方，专门拉关系、抢项目、压同行。文章里没写我的名字，可渔具店、私人鱼塘、广告公司、海归投资人，每一条都对得上。私人鱼塘还能谈项目，这不就是拿钓鱼当幌子拉关系吗？难怪有人开个小店也能认识那么多老板。听说他老婆公司的项目也是靠他弄来的。帖子里没写我的名字，可白鹿湾、渔具店、广告公司、海归投资人，全都写得明明白白，认识的人一眼就能猜到说的是谁。陈舟，帖子看见了吗？看见了。要不要我找人处理一下？现在已经有人往白鹿湾这边打电话了，再闹下去，对你公司也有影响。不急，这人就是冲你来的。我知道。那你还不管？管，但不是找人删帖。
记得保留帖子，查清发帖账号，把帖子里提到的每一件事都整理出来。只要你开口，我和老魏都可以公开说明，许博远的项目被拒和白鹿湾没有关系。现在说，别人只会觉得你们在帮我。那就让他这么胡说。先让他说，他说的越多，后面越好查。发帖账号虽然用了假名字，可绑定的手机号是许博远公司员工的。帖子发布前半小时，账号还登录过许博远办公室的网络。他大概觉得没写我的名字，就拿他没办法。可真正麻烦的不是这篇帖子，而是他自己的公司。律师送来的材料，许博远对外说在国外做过大型投资项目，实际只在投资机构做过1年多普通分析工作，还被辞退。他回国成立的咨询公司注册资金不高，对外宣称10几个人，实际长期上班的只有4个。更麻烦的是，他最近一直打着清河传媒合作人的名义找客户，有2份项目梳理，甚至直接放了清河传媒的介绍和客户名单。郑总，有空来一趟吗？你先看看。拿我们公司的名字去找投资？对。谁允许的？这个得问若宁。先别急着打，你先查清楚公司里有没有人给过他资料。你觉得若宁给的？我不知道，所以让你查。这事儿要是真的，清河也会被拖进去，所以我才把资料给你。怎么处理你决定，公司不是我的。紧急会议开了2个多小时，许博远确实从我这里拿到过1份清河传媒的介绍资料。当时他说想替我找新客户，我没多想就把公开版本发给了他。我不知道他会塞进自己的项目书里，更不知道他对外说自己是清河的合作顾问。公司从未授权许博远或他的公司以清河传媒名义招商、融资或对接项目，任何使用清河传媒名称和资料的行为都与公司无关。你说别人靠关系，那你的项目是真的假的？拿别人的公司资料出去谈生意，经过人家同意了吗？那3个老板为什么拒你？你自己心里没数？有人查出他公司的员工数和履历造假，几个成功项目连正式合同都没有。许博远删了帖子，但已经晚了，截图到处都是。他的公司收到了审查通知，可这件事并没有就这么结束。我当初发的那条朋友圈也被人翻了出来。许学长和若宁才合适，卖鱼居的确实配不上林总监，离了算了。清河的同事和合作方肯定也全看见了。我问你一件事，你跟许博远除了普通同学，还有没有别的关系？没有。那他为什么敢拿你的资料出去？是我给他的。你难道不知道公司资料不能随便给吗？我给的是公开介绍。公开介绍也不能让他拿去装成公司合作人。对不起。现在说对不起没用，公司会发第2份说明，你也要把这件事说清楚。另外，这几个项目暂时交给别人。郑总，我可以自己处理。现在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了。若宁，你这几年做项目确实有本事，可你最近错的太多了，先回去休息几天。以前我看见这些人，只会先想他们是什么身份，能给我带来什么项目，而现在我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怎么来了？我有话跟你说。你先进去坐。不用，就在这里说。顾晨舟，那份资料是我给许博远的，我不知道他会拿去骗人，但东西是从我手里出去的，这事儿是我的错。公司怎么说？让我休息，项目也交给别人了。你来找我是想让我帮你？不是，我不想再让你帮了。那你来干什么？我想告诉你，帖子不是你做错了什么，是许博远见事情不顺，想把脏水往你身上泼。我以前还信他说的话，我甚至打电话问你是不是你在害他。对不起。还有那条朋友圈，现在公司里所有人都看见了，别人怎么说我都认，是我自己发的，没人逼我。林若宁，先让他做。陈舟，我们换个时间再谈，先把身体顾好。先吃。我不是故意在他们面前闹。我知道。我也不是来求你找郑总。你信我吗？先吃东西。陈舟，我想好了。什么？我准备从青夏辞职。因为郑成文让你休息？不是。因为项目被交给别人？也不是。这几年，我一直觉得总监这个位置特别重要，职位没了，好像人也没用了。
所以项目一出问题，我第一反应就是找你，让你帮我把客户拉回来。现在不想要了？不是不想要，是我想试试，没你介绍客户，我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辞职不是唯一的办法。我知道。那你想清楚了？想清楚了。清河这几年也没亏待我，我会把手上的东西交接好，该说明的问题我也会说明，不是今天说辞，明天就不去了。这是你的工作，你自己决定。我就是来告诉你一声，不是问你同不同意。能走吗？能。我送你回去。我本来想说不用，可站起来的时候双腿还是有些发软。我没再逞强，一路上我们都没说话。我照常去了公司，辞职的事没有立刻办，我先花了2周时间把3个项目的资料全部整理清楚，许博远拿走资料的事也写了完整说明，该我担的我没推，不该我担的也没有乱认。真想好了？想好了。因为最近这些事儿，有一部分，郑总，我以前总觉得客户愿意跟我合作全是因为我有本事，后来我才知道，有些门是别人替我推开的。我不是没能力，可我也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厉害。顾晨舟让你辞的？没有，他从头到尾都没让我辞职，他甚至劝我别冲动。你留下来，职位可以重新调整，项目也可以慢慢做回来。我知道。那还走？我想换个地方，从头试一次。离职那天我没有哭，也没有给顾晨春打电话，自己开车回了家。接下来的半个月，我投了10几份简历，有公司看我以前是总监，愿意直接高职位，我没去；也有公司说了许博远的事后，面试时把话说得很难听，我起身就走。最后，我进了一家做户外生活内容的小公司，整个办公室只有20多人，做露营、徒步、钓鱼和乡村旅游方面的内容，工资只有以前的一半，职位也只是项目经理。你以前带20多个人，现在让你自己写方案，能接受吗？能。加班呢？看项目，我们客户没那么大。没关系。你为什么选我们？因为我以前有个地方一直没有认真去看，现在想重新看看。通过了。工资多少？比以前少很多。我知道。能接受。先试试。他没有多问，我反而松了一口气。新工作比我想象中更杂，写文案、改方案、联系拍摄场地，自己整理图片。没人因为我以前是总监就高看我一眼，做错了一样被退回来重改。第1个月，我的方案被老板打回来4次，第5次才终于通过了。不是说今天加班？刚结束呢。甜的。你怎么知道？以前喝过。什么时候？结婚第1年。你忘了，我没忘。工作怎么样？方案过了。就一个 N。不然呢？没什么。第1条，不该拿丈夫的工作跟别人比。第2条，不该在别人笑话丈夫的时候一句话不说。第3条，明知道许博远对他有意思，还一次次跟他单独见面。第4条，顾晨川解释时，他总觉得他是在找借口。第5条，结婚5年，只认真去过鱼塘7次。第6条，把顾晨川修了半年的竹竿叫成破竹子。写这个干什么？怕自己过一阵又忘了。人又不是鱼，记性没那么差。我以前记性真的比鱼还差。这还是几个月来他第1次在我面前笑。我收着了。随便，本来就是给你的。你教我钓鱼吧。怎么突然想学？新公司接了个钓鱼方面的项目，我连浮漂怎么看都不知道，怕写出来被人笑。走吧。先抛一次。你这是喂岸边的鱼。第1次。手别那么僵。你以前教客户的时候也这么说话？客户比你听话。为什么不站着？铅太轻。再试。起来了。看着。什么时候提？动一下别急，还没吃稳。
那什么时候？再等等。现在。真钓到了！这么小也值得喊。这是我第一条，能带回家吗？不能，这是鱼苗，放回去。这小鱼在手心里可真是又凉又滑。再来一次。今天不回家做饭了？回。那还钓？再钓10分钟。你刚才也是这么跟工作的客户说的？顾晨舟，你最近话有点多。你带协议来干什么？不是要签？先收着。那以后呢？以后再说。好。这次能提了吗？再等一下。